我现在明确的告诉大家，我们泾阳布厂不降价。少奶奶，说句老实话，您的洋布比机器织布局的品质要高出许多，所以就算您把价格提高1成，我们也认。但是人家现在把价格降到3到5成，这我们可有点坐不住了。对呀，你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现在不降价，不代表以后不降价。只要各位坚持3个月不在机器织布局拿货，那3个月之后，我的价格比今天机器织布局再低5分。少奶奶，您这说话可算话。口说无凭，立约为证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们都得提前交纳定金。交多少？交货款的1半。我订1000匹，我要2000匹，我要2500匹，我要2000匹。拜见文先生。赵白石，王爷对你最近的表现很不满意，派我专程来问责于你。文先生，在下哪里做的不妥？你身为王爷的手下，却放任泾阳布厂挤占机器织布局的利益；身为陕西巡抚，却在日常河发生挤兑之时无所作为，导致王爷在陕西的存款险些血本无归。文先生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几桩罪名应该都是杜明礼栽赃给我的吧？你不要管是谁举报，只回答我一句：你可认罪？文先生，我这有东西想请您过目，您看过之后再定我的罪，如何？文先生，去年第1季度，杜明礼交了多少两银子给王爷？您可还记得46万两。您请看，这是沈家给龙生河的分红。文先生，在您来之前，我已经刚写好给王爷的呈文。机器织布局亏损的内幕，以及日常河风波的来龙去脉，都在里头。文先生，现在您应该知道，为什么杜明礼要处心积虑地把我赶出陕西。我这就回去向王爷复命。这个月的账目就是这些，还有我们东院。少奶奶，您的电报哪发来的？好像叫一个什么香港的地方。
周云承诺3个月之后降价，就把那些课程都绑住了。他甚至承诺比我们现在的价格还要低。那些客商都是唯利是图之人，立刻就签约了。那这段时间他卖的如何？大家都等着降价，所以泾阳布厂的生意也很萧条。但是他提前收了定金，所以还可维持。我向王爷夸下海口，说3个月之内拿下泾阳布厂。可现在看来，3个月之后他死不了，我们却危险了。我们还能维持多久？我原本算计着，把库房这些库存全部倾销出去，就算亏本，还有银子进项，硬撑着还能维持3个月。可现在1个多月过去了，咱们才卖了几百两银子，是吧？最多维持7天。那我们要不要另想办法？这事都还好办，回头我找沈四海商量一下。但有另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。什么事？王爷应该早就收到我的信了，怎么赵白石那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兴许王爷有更长远的布置呢。但愿如此吧。30万两白银。哎，杜老板，我现在连1两多余的银子都没有。可是那周莹借了200万两给你。是，但这些银子我已按照他的吩咐，悉数兑付给了贴票和赔付给了那些小储户。沈四海，你又要跟我哭穷是不是？我没有哭穷，我是真穷啊！日昌河好不容易喘口气儿，后面还有一堆的坎儿呢，我不能掉以轻心啊！你现在至少还可以喘口气，我是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不行，你这次一定得帮我。杜老板，爱莫能助。沈四海，你可别忘了，没有我，就没有你今天。没齿难忘。那你还不送客？我原本指望降价30%，把所有库存都倾销出去，至少还能回款10多万两银子。可谁知道这些客商都疯了，降价30%都卖不出去。沈四海在这个时候还跟我哭穷，怎么办？咱们现在连买棉花的银子都没有了。没有棉花，就只能停工。不能停，停了我们就完了。我们还有多少库存5万匹，王爷允许我们亏多少？最多20万两。现在亏了多少？25万两。陆老板，有个新疆的客商来到，说要将我们所有的库存全部吃掉，但是他们出价很低。低多少？比我们现在定价还要低1成。你让他去死！等等，至少还有10多万两进账，那我们就亏得太多了。
至少不会停工啊。罗老板，客商还在等着我回话。他说，如果我们不同意，他们就去找金阳补偿。等等，你告诉他，5万匹全部给他。老板啊，机器织布局的洋布，现在都在我的库房里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通知那些之前订货的客商来取货了。若是明理知道你吞了他的库存，再加价5分卖出，他会怎么想？那就让他知道吧。你准备好了？我最近一直在跟踪他，他经常一个人去一个地方，一去就是半天。哪儿啊？谁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听说有人买下了胡家的宅子，一时好奇进来看看，没想到这个人是你。周颖，你好奇心很重啊。是啊，我就是改不了。可是有时候，好奇心会害死人的。可我还是活得好好的。是啊，也就是此刻罢了。你说的对，人迟早都有一死，但至少我堂堂正正活过一次，不像你，活得像一条狗。你不就是挣了几个臭钱吗？就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没错，我的确是挣了很多很多钱，而且每一文都清清白白，一点都不丑。可你就惨了，你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干尽伤天害理之事，你又得到了什么？可是人呐，不只为了挣钱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乐趣。你的乐趣就是玩弄人于股掌之中吧？哎，这也是其中一种。杜老板，你以为你在玩弄别人，但其实你才是被玩弄的那一个。你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吗？你有家吗？你能决定自己的未来吗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只有王爷。你这个贱女人！哎呀，我这个贱女人，至少可以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想爱就爱，想恨就恨。那你呢？你心里有喜欢的人，却不敢表露。你在他身前什么都做不了，
你只敢在他死后买下他的宅子，守着他的衣服。你喜欢胡有明是不是？你瞒不了我。可是你把他给逼死了。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？既然你喜欢他，为什么看着他走上绝路却不拉他？你闭嘴！谁说我不想和他在一起？谁说我不想拉他？我想，我连做梦都……如果我不是我一定毫不犹豫地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可是我不能。你以为我这一路很容易？你以为我是轻轻松松地走到今天的？你错了。你根本就想不到，我为了活到今天，我都付出了什么。所以，我绝对不能失去今天，绝对不能。恭喜你，杜老板，踏着无数人的鲜血和人命，终于活到了今天。但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得到的今天，恐怕也要马上失去了。你少吓唬我！我马上就跟王爷汇报，只要王爷动动手指头，你和你的金阳布厂就是死路一条。杜老板，前些日子买下你所有库存的新疆客商，是我找人假办。你说什么？然后我加了点价，已经全部卖出去了。如果王爷知道你把本来价值25万两银子的货，折价13万两银子卖给我，又让我14万两银子卖出去了，你觉得王爷会怎么看你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赵白石正在安排我和王爷见面。我打算和王爷合作，就像和沈家那样。不可能。王爷喜欢钱，而我最擅长的就是赚钱。你觉得王爷会拒绝我吗？不过我倒是有点犹豫，因为和王爷合作有利也有弊。当然，如果王爷愿意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将毫不犹豫。什么要求？交出杀我丈夫吴聘的凶手。杜老板，我记得吴聘生前最后一顿饭是和你在一起吃的，你可有什么线索啊？我不记得了。但王爷一定记得。吴聘不是咏梅误杀的吗？凶手是另外一个人。我这辈子有很多心愿，但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为吴聘报仇。